中共政权倒台，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毕竟，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超过70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看似坚不可摧。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是永恒的。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共这座庞然大物轰然垮塌，我们不禁要问，台湾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当中共这台庞大机器忽然熄火，台湾会不会反而被飞溅的齿轮砸到脚趾，还是会从此脚踩云端？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幻想，而是牵动两岸未来命运的重大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一步步拆解中共倒台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台湾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影响。首先，我们需要勾勒出中共倒台的可能情境。中共政权虽然表面强大，但内部并非没有隐患。经济衰退、权力斗争、民众起义，甚至对外战事失利，都可能成为压垮这头红色巨兽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若出现金融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全面经济崩溃，中共的统治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再比如，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一直存在，一场内部政变也许就在暗流中酝酿，甚至不排除某种人民起义的可能。当压抑许久的不满情绪如火山爆发，14亿人民的怒火将不是维稳警察所能轻易扑灭的。历史上，不少庞大政权的垮台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苏联在1991年顷刻瓦解，满清帝国在1911年说倒就倒。中共也深知这点，他们常引用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诫党员绝不能走苏共的老路。然而，绝不这两个字往往蕴含着心有惧怕的投射。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青年遍地，地方债务炸弹接连引爆，中共高层再怎么念紧箍咒，也难保体制不出现裂痕。一种可能的剧本是，经济崩盘引发社会动荡，银行挤兑，股汇双杀，民众发现手中的票子变成废纸，愤而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这时候，军队会站在哪一边？若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决定与其攻台，不如先攻北京，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中共的统治将走向终结。也可能是政治内斗导致高层分裂，权力真空下各派系各自为政，一时间北京政权瘫痪，各省市自求多福。当然，也存在一种相对和平的剧本，假如中共内部改革派掌权，选择启动政治改革，让执政党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国开启民主转型的大门。这种听上去美好的结局，现实中要实现并不容易，但并非全无可能。无论是哪种情境，中共的倒台多半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一旦停转，从权力高层到基层社会都将陷入巨大的震荡和不确定。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场剧变对中国内部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波及台湾的连锁反应。中共的垮台对中国国内无疑将引发一场巨大的震荡。首先是政权更迭的问题，谁来填补中南海权力真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原本由共产党掌控的中央政府瓦解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立即出现，各地区可能各自为政，一些野心勃勃的地方军头或高级将领可能会割据一方，形成类似100年前军阀混战的局面。毕竟，在历史上，当中央权威崩溃时，中国曾多次出现割据混乱的时代，社会层面也将剧烈动荡。中共长期维稳高压下，被压抑的各种矛盾可能会如脱缰野马般爆发，民众上街抗议、报复腐败官员，甚至私设武装保护自己社区的情形都可能上演，治安可能明显恶化，群盗四起，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将面临威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运动可能乘机兴起，比如西藏、新疆等长期有分离倾向的地区可能宣布自治或独立。如果中央无力统一，各民族、各省区各行其事，中国的版图可能出现分裂的态势，经济方面更是灾难性的打击。政权崩溃会立即动摇市场信心，国际资本迅速撤离，人民币汇率狂跌，银行挤兑此起彼伏，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几乎可以预见会崩盘，企业停工停产，大量工人失业，物资供应链中断，城市可能出现抢购潮，甚至食品短缺。最坏的情境下，一些地区可能爆发饥荒，如果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公务员、军警可能拿不到薪水，进而缺乏维持秩序的动力。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国家陷入全面的危机。不过，也有可能在混乱中出现一个新的中央权威，例如，解放军内部或许有爱国的高层将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组成临时军政府以恢复秩序，或者中共内的改革派与民间领袖合作，组建一个过渡政府来引导国家走向民主选举。这样的明军出现或政治协商虽然理想，但实现难度极高，因为在权力真空时，各方势力往往各怀鬼胎，难以合作。可以预见的是，中共倒台后的中国，短期内将经历剧烈的阵痛期，从城市到农村，每个角落都可能陷入混乱与不安，人们的日常生活将被颠覆，取款可能取不出钱，网络和电力供应可能不稳，外出要担心治安和安全。中国这台庞大的社会机器会一度停摆，需要时间重建。未来是走向联邦制下的重新统一，还是长期分裂成若干个政权，亦或最终浴火重生成为民主共和，这些都充满变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共倒台的那段时间里，中国内部必定如同风暴中的大海，波涛汹涌，难有宁日。中共政权垮台后，两岸关系将步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是，失去了中共这个对手，台湾的政治定位将何去何从？曾几何时，台湾，中华民国，曾以光复大陆为号召，梦想有朝一日重返中国大陆执政。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如今台湾社会上已几乎没有认真想要统一中国的声音。相反地，更多台湾人思考的是，台湾能否趁此机会堂堂正正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如果中共倒台，短期内北京当局陷入混乱，无力顾及台湾，那么台湾确实可能迎来一个外交上的黄金窗口。以往许多国家不敢正式承认台湾就是忌惮中共的打压，一旦中共不在，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胆地推动正名和独立。例如，台湾可能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寻求成为正式会员国，而美日等主要国家也许会趁机推进与台湾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关系。毕竟，阻碍他们承认台湾的最大因素，中共反对，已经不复存在。在内部，台湾也可能启动朝向法理独立的进程，例如修改国号、制定新宪法等，来明确台湾主权独立的地位。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方面可能出现的新动向。中共倒台并不等于中国人不再主张一个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其他政权，仍可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特别是假如中国实现民主化，新的民选政府可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他们也许会对台湾提出新的统一方案，比如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或一国两府的架构，以争取台湾民心。对某些中国人而言，台湾回归仍是民族情感上的一块拼图，即便手段从武力威胁转为和平感召，统一目标未必会放弃。台湾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声音。一方面，台湾主流民意倾向维持事实上的独立，不愿被中国统一，即便对方变成了民主政权。毕竟，台湾早已发展出独特的民主社会和认同，自成一国。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少部分统派人士认为机会难得，主张与民主后的中国展开统一谈判，实现大一统的民族梦想。但这种主张能获得的支持恐怕相当有限。多数台湾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和民主制度能否持续，而不是去接管14亿人口的包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大陆陷入分裂或群雄割据的局面，台湾的地位将更加特殊。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台湾将成为亚太地区少数的稳定政权和经济体。此时，国际社会可能更愿意承认和支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以确保区域稳定。台湾甚至可能以救援者的身份向中国部分地区提供人道援助或协助重建。
进一步凸显台湾作为独立政体的价值。总而言之，中共的垮台为两岸关系开启了种种可能性。台湾是否能趁机正名制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还是面临中国新政府要求统一的压力，取决于未来局势的发展。或许最理想的结局是，两岸人民都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互不隶属、和平共处的新关系。无论如何，台湾在这场巨变中要保持冷静与智慧，既要抓住历史机遇，也要提防新的风险，才能为自己的未来掌握主动权。中共倒台后，台湾的军事安全局势可能出现矛盾的发展。一方面，直接的武力威胁将大幅下降，失去了共产党的指挥，中国解放军势必陷入内部混乱或各自为政，短期内已无力对台发动大规模侵略。台湾多年来最担心的武统噩梦将因敌方权力中枢的崩解而暂时解除。此外，过去中共密集的军机、军舰扰台行动也可能骤然减少，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紧张态势可望缓解。可以说，在中共政权垮台的当下，台湾反而迎来一段相对不必担心打仗的喘息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大陆政权真空时期，一些不可测的军事风险依然存在。首先，要提防困兽之斗的情况。假如中共在崩溃前夕，内部强硬派试图以对外开战来转移视线，不排除铤而走险对台动武的可能。这种临终挣扎式的攻击或许规模不大，却仍可能对台湾造成伤害。其次，在中国陷入内乱时，也要警惕局部势力对台湾的不理性行为，比如某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树立威信，可能采取挑衅台湾的举动，例如炮击外岛等，以营造对外作战的姿态。再者，中国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全也是隐患。如果中国中央失控，国际社会将高度关注中国核武库的动向，台湾也需提高警觉，预防极端情况下出现核子事故或核武落入危险人物之手。除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之外，台湾的安全环境还包括难民潮和跨境犯罪等次生问题。若中国出现严重动乱或饥荒，大量难民可能试图逃往周边，包括乘船涌向台湾海峡。对此，台湾需要准备海上拦截和人道救援的计划，以应对可能的难民潮。同时，中国社会秩序若崩解，跨境的走私、诈骗集团、黑帮势力可能趁乱滋生，对台湾的治安造成影响。因此，台湾在保持军事戒备的同时，也要加强海巡、警方等单位的合作，全面防范各种安全挑战。总体而言，中共倒台短期内让台湾免除了被全面武力侵犯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台湾的国防部门仍需继续保持戒备，密切监视中国大陆局势变化。好消息是，在共军无暇顾及外部之际，台湾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防务策略，将资源更多投入防御性国防和民防建设，而非被迫投入反制中共攻击的大量预算。坏消息则是，一个混乱且缺乏管控的中国依然可能对周边构成不可预测的威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仍需与美国、日本等盟友紧密合作，维持威慑力，确保即使没有中共这个对手，台海依旧处于可控和平的状态。中共的倒台不仅改变两岸互动，也将重塑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失去中共这个强力阻挠者后，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有望大幅扩大。一来，许多过去顾忌北京而不敢与台湾深化往来的国家，可能变得更加大方。各国不必再担心触怒北京的后果，可能愿意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层级，甚至考虑恢复正式邦交。例如，日本、澳洲、欧洲一些国家或许会重新评估他们的一中政策，给予台湾更多实质外交礼遇。台湾长期申请而不得的国际组织会员资格，如联合国、WHO 等，在中共失势后也有了突破的契机。二来，台湾对美日等盟友的依赖度也可能因此出现变化。一方面，在中共威胁消失或减弱后，美国对台军事保护的紧迫性降低，台湾或许能以更自主的姿态与各国来往，不再处处仰赖美国撑腰。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积极发声，而不必担心美中角力对自己的掣肘。另一方面，短期内台湾对美日的合作需求仍然很高，毕竟
中共垮台初期的混乱局面中，美日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将在维持区域秩序和协助台湾稳定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可以想见，台湾仍会希望美军持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存在，以防范中国局势外溢的不测风险。同时在经贸上也仰赖美日市场来填补中国崩溃带来的缺口。外交方面，台湾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解禁，没有中共的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多边会议的障碍将大幅减少。许多国际场合里，台湾终于能以自身名义，而非中华台北等奇怪称号，光明正大的出席，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发起让台湾重新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讨论。当然，这要取决于中国大陆新政权的态度。如果新的中国政府决定尊重台湾的意愿，放弃对台湾主权声索，那么台湾的国际地位将水到渠成地全面提升。反之，若新政权依然坚持一中原则，那么台湾的外交空间虽然比中共执政时宽松，仍可能受到一定牵制。总的来说，中共倒台为台湾开启了一扇通往国际的新门户，台湾有机会摆脱长期的外交孤境，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成员。但台湾也需谨慎拿捏自主性与盟友依赖的平衡，既要善用美日等友邦的协助，更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才能在新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共倒台将对台湾经济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潜在利多，也伴随风险挑战。首先，短期冲击不可避免。中国大陆长期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中共政权崩溃势必导致两岸经贸关系一度中断，台商在中国的工厂可能因动乱停工，产品无法运出，供应链也将受到严重干扰，两岸贸易额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许多对陆出口的台湾企业将面临订单缩水、货款回收困难的困境。台湾经济短期内可能因中国经济崩盘而遭受连带伤害，出口、投资、股市都可能明显下滑。然而，在度过阵痛后，台湾经济也有机会迎来转机。随着中国政局动荡，许多国际资金和厂商可能寻找替代方案。台湾作为稳定且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地区，有望承接部分原本流向中国的投资和订单。台湾的厂商也可趁机将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更长远看，如果中国未来成功转型为民主、法治的经济体，则台湾与新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可望建立在更公平、透明的基础上。届时，台商重返大陆投资将少了政治风险，双方渴望形成更健康的竞合关系。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风险面。中国经济崩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台湾无法独善其身。若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台湾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也将受到波及。另外，中国政局不稳期间，一些黑市交易或非法走私可能增加，台湾需严防经济犯罪趁乱滋生。总而言之，中共倒台对台湾经济短期是阵痛，长期则取决于台湾如何调试布局，善用契机。只要台湾政府和企业及时应变，分散风险，提升竞争力，台湾经济有望在震荡中找到新生的契机。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中共倒台所引发的生活变化可能是渐进且间接的，但长远影响深远。最明显的好处是战争阴影的消散。当中国不再由好战的共产政权掌权，台湾人无需每日担心导弹袭击或战争爆发，社会整体的心理压力将大幅减轻。政府也可将更多资源从国防转向民生建设，强化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没有随时可能开战的恐惧后，年轻世代可以更安心地规划未来，企业也更愿意在台湾本土投资，整体社会有望更祥和安定。然而，变局带来的新挑战也不容忽视。中国大陆局势动荡期间，台湾社会可能要适应一些连带冲击，例如，中国经济问题可能影响部分台湾企业的经营，短期失业率可能上升，政府需加强对弱势族群的照顾，以维持社会稳定。另外，若出现中国难民涌入，台湾社会需面对跨文化融合与治安管理等难题，考验民众的包容力和政府的应对能力。再者，少了外部威胁这面镜子，台湾内部原有的统独争议、蓝绿对立等政治矛盾可能更加凸显。社会需要时间消化新的政治现实，
并寻求新的共识。长期而言，只要台湾能平稳度过转型期，人民的生活有望比过去更美好。没有随时引爆的战争危机，大家可以把心力放在经济、教育、环境等实质议题上，民主政治也能在较少外部干扰下成熟发展。国际上，台湾人将享有更高的尊严与便利，出国不必再受限于奇怪的名义，在海外更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展望未来，一个没有中共威胁的环境，将让台湾社会更有信心和余裕去追求进步与幸福。中共倒台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兼具机遇与挑战的大考验。短期内，台湾或许会经历风雨飘摇的巨变期，但只要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灵活应变，长远来看，台湾完全有条件走向更加光明稳定的未来。面对历史巨变，我们需要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迎接挑战，为台湾开创新的篇章。